10000小时定律拥簇无数，但是真正通过这个方法成功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在做简单的重复，进行线性积累，很少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最终也只是一个熟练工。如果每天只是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哪怕你再怎么勤奋，10000小时定律也不会自动生效。如果你不具备思维破局能力，在时代的跌宕起伏、行业的快速迭代中，你还会陷入贫穷的死循环。这样你将遭遇10000小时贫穷定律。炒了5年的菜，就一定能当餐厅老板吗？开了5年的出租车就能成为赛车手？画了5年的图就能开设计工作室吗？写了5年的代码就能做互联网创业吗？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0000小时定律是如何失效的。这个简单的逻辑定律告诉人们，10000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超凡的必要条件。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需要10000个小时。如果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5年。可是职场上很多人已经体验了一轮甚至几轮10000小时，平庸者还是平庸，而中小企业、创业公司的 CEO 大多没有机会走完一轮10000小时，因为这些公司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一个法国社会学家发现，大部分的社会现象都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要遵循一个类似 S 曲线的模型。聪明人往往知道局点和风口在哪里，在瓶颈出现之前就能够及时转换跑道。职场上经验的积累、人脉的拓展都会给你带来晋升机会，但是你不会年年都有升职机会。创业中，不管是客户的沉淀还是销售的增长，也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随着时间的变化，都会有一个 S 曲线过程，而这个 S 曲线有2个关键点。一、破局点。你一旦有了成熟的方法或者套路，就相当于破局了，你会进入一段事业上升期。破局点就是进入职业生涯或者创业状态以后可以大胆执行的关键路径。2、极限点。到达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你会遇到天花板，目标看得到，但是够不着。比如职场上会因为你的能力、资历或者健康状况的限制，遭遇晋升瓶颈。过了极限点以后，衰败期就近在眼前了。在 S 曲线的事业冒险中，如果你每天都进行线性积累，做简单的重复，很难有特殊的成就。这种情况下，10000小时定律是失效的。那么10000小时定律怎样才能生效呢？时代始终在快速变化，最重要的是能主动适应这个时代的生存规则，让时间更有价值。这里有2个关键词：生存规则和时间价值。比如你看到很多比你闲的人反而比你有钱，你会怎么想？这不是公平的问题，而是生存规则问题。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郭台铭有一次去自己工厂视察，期间有一个工程师当面追问他，为什么爆肝的是我，首富却是你？此时郭台铭给出的回答简明而震撼。一、30年前我创办红海的时候，赌上全部家当，不成功便成仁，而你只是寄出几十份履历表，然后到点上班，而且随时可以走人。2、从我最早选择市场切入点，到最后跟苹果合作，都是因为我眼光判断正确，而你在哪个部门上班是因为学历和考试被分配的。3、我24小时都在思考如何创造利润，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影响数万个家庭生计与数十万股民的权益，而你只要想什么时候下班和照顾好你自己的家庭。你经常看到诸如人工智能又淘汰了哪些职业这类新闻报道，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时间价值在被稀释。很多时候你认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你的时间正在贬值。麦肯锡发布一份关于全球职业格局的研究报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近60%职业的30%的工作内容可以被自动化替代，这部分劳动力价值近16万亿美元。我们跟郭台铭竞争，10000小时定律有用吗？我们跟 AI 机器竞争，10000小时定律有用吗？所以要使10000小时定律真正产生你想要的效果，姿势一定要正确。这个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应该是持续积累社交资产。社交资产主要包括你的人脉资源和流量资源。要积累有价值的人脉资源，就要看你所属的圈子。大部分的投资银行团队中或者证券资管团队中，老大基本上是不需要亲力亲为的，只需要通过社交将项目的大体情况敲定，剩下的交由下属完成，每年分红高额的收益即可。你处在什么圈子，决定了你的眼界、信息质量和财富机会。要积累高价值的流量资源，在这个社会营销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影响者。一个普通人的圈子，小到几人的密友圈，多到上百或者几百人的同行圈，更有甚者可以覆盖几千上万人。你的流量资源可以让你成为你所属圈子的影响者，你的言行、观点、喜好都能够影响他人，在你的人脉圈中发挥作用。10000小时定律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在星河看来，关键不是你怎样做积累，而是你有多大的破局能力。有一个记者在做一个特定项目调研的时候，乔装成为农民工，潜入这个圈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详细的记录了每天的生活，大同小异。每天早上不到6点起床，由于时间紧，早餐只能随便吃点。工厂制度严格，不允许员工随便离开岗位。
因为是流水线式操作，所以连上厕所都必须申报上司批准才能去。时薪很低，必须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才能拿到保证基本温饱的工资。如果想要体面一点，需要工作更长时间，下班之后精力早已消磨殆尽。可是他们还会去网吧，将梦想寄托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一天24小时，一天一天单调的重复循环，以最廉价的劳动力获取报酬。下班后的娱乐活动往往也是简单的感官刺激。这种生活状态就是贫穷的死循环。一旦陷入贫穷的死循环，时间还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1万小时定律的价值逻辑是什么？是破局，是突破任何无意义的死循环。其实这种无意义的死循环简直是无处不在。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破局能力的，大多会被贫穷限制视野。美国名著《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对贫穷有过一个精彩的定义：贫穷的本质是消灭未来。实际上就是因为穷，才视野短、格局小，只顾得上眼皮子底下的事，看不到更广阔的可能性，就失去了未来。所以不论经历了多少个1万小时，都是贫穷的死循环。这就是1万小时贫穷定律。那么如何才能具有靠谱的思维破局能力呢？这就需要构建立体视觉，找到应对各种细节问题的方法体系。职场上、创业中，你的竞争力并不是随着时间同步增长。低水平的刻意练习可以带来技术娴熟，甚至你的动作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程度，这就是极限点。一旦接近这个极限点，时间价值是递减的，因为你仍局限在低维度的生存规则里。如果你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厨师，当你足够技艺娴熟之后，你再怎么刻意练习，因为你局限在厨师的生存规则中，你的能力很难再有提升。可是如果你想开一家餐饮连锁品牌，你将会进入对你来说更高维度的生存规则中，你就要不断拓展你的社交资产，夯实你的财务资源。这时你可能会在1周之内处理诸如标准化食物的制作流程、规范员工行为、寻找流量导入接口，甚至去见很多投资者等等事情。你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做厨师的单一技艺，而是做好餐饮连锁店老板的各种资源积累。你的时间是拆解的，你要尽快在短时间里掌握应对各种细节问题的具体套路。你会在短期内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提升能力，这样你的时间价值就是递增的，1万小时定律将会重新发挥作用。1万小时定律告诉我们的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简单重复，我们应该将1万小时进行分解，以实际事业需求为导向，将解决各个细节问题的零散方法环环相扣，整合成为一套成熟的方法论体系。1万小时的练习带给你的只是熟练，贯穿其中的思考才是成功的真正钥匙。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